比特币下礼拜就要开启下一段的上涨吗？目前市场上的热度如何？市场已经到达顶部了吗？有很多金鱼已经卖出手上的筹码了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当前比特币的行情。如果我们第一季度要开启多头的话，我会认为我们关键就是在下周哦。我们在下周就非常有可能出现起涨点，或者是确认我们这一波多头已经开始进行了。通常我们在调整的过程呢，有分为强、中、弱三个等级。那我们很明确哦，我们当前所走的市场呢，它就是在一波调整当中，我们前面有上涨，然后紧接着是调整。那这种调整呢，其实它是属于比较中性的这种调整哦。那这种横向的调整呢，它还算是蛮不错的，因为我们调整呢，通常有分三种类型哦。第一种就是我们在调整的过程呢，我们是微微向上的，那这种是最为强势的。其实我们在这波上涨的初期啊，我们确实就是走这种最强势的调整哦，也就是微微向上的。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在调整的过程呢，高低点都还在一直抬高啊。那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在调整的过程啊，我们走的是这种横向的调整哦，那这是属于比较强势一点的哦，但它就没有我们斜向上这么强势哦。那最弱的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哦，就是我们是用回落的方式，然后来去进行调整哦。这种方式的调整是最多的，但也会是最弱的。那我们目前呢，虽然说我们把斜向上的调整啊给跌破了，不过我们总体的调整呢，我们还是处于一个横向的调整当中啊。我们在调整的过程呢，我们并没有不断的让价格往下走啊。那这样子的稍微强势的调整呢，绝对更有利于我们后续的上涨啊。所以我认为这一波调整结束后面的上涨，我个人是很看好的，所以我自己呢也还会继续持有我之前所开的那2张多单。那我们目前呢，比较关键的就是我们要重回10万之上。如果我们可以重回10万之上，并且出现很确定性的突破的 K 线的话，那我会认为啊，我们下一段的上涨行情呢，我们下一段的多头趋势其实就会到来啊。那我们可以观察，其实我们之前就有谈到哦，我认为我们这一波的调整呢，在技术层面来看哦，是非常难回到85000、86000以下的。你可以观察，如果我们打开 VPVR 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从85000、86000一直到7万左右哦，这1万多美金的距离，它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量能、太多的筹码堆积，所以当我们的价格通过这个区域的时候，它有可能会跌得非常快啊。也就是如果我们85000左右失守的话，我们很有可能很快会看到7万多甚至6万的价位。那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数据的图表呢，我们可以稍微做简单的判断哦。我认为8万多要跌破呢，其实非常不容易哦。我们可以从数据上也可以得到很类似的结论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吧。紫色线呢，标示市场上目前均价，你可以观察呢，目前大家的均价成本哦，大概是落在8万多左右。那我们又知道啊，在熊市当中呢，绝大多数的人啊，他们产生亏损的时候呢，他们也并不会卖出哦。他们在产生亏损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持续的去拿着。这个我们在过去的图表当中可以读到哦。那当大家到了熊市之后，很多人呢，他就会没有卖出他手中的筹码而产生亏损哦。其实我们在比特币的市场上面的亏损，大多数时候是这样子来的而不是你在牛市回调的过程呢，你把它给卖出。那如果我们市场上呢产生了非常多的未实现利润的话，就会有对于我们当前的上涨是有阻碍的。因为你想，如果说我们市场上产生了很多未实现的利润那这些人呢，他们很有可能会急于去套现，会急于把手中的筹码作为供应去卖出。那如此一来，我们盘面的供应增强了，我们的价格就会有所回落。你可以发现，我们之前呢，包括几个比较明显产生很多未实现利润的区域呢，我们都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回调哦。那我们是回调到了大家的未实现利润不多，也就是比特币的价格呢，它和大家的均价是差不多的情况下，那我们的盘面呢才会继续进行下去。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2万5的位置，大家未实现的利润很多，我们就回落了。3万也是，然后还有之前我们在4万多、7万多也是。那我们在10万多呢，大家的未实现利润就很明显多了很多。那我们也在最近的回调过程呢，
大家的未实现利润就已经渐渐要回归到正常值了。所以可以说啊，我们这一波的回调也为我们接下来的上涨呢铺平了道路。那既然呢，大家的均价是落在8万多左右的话，那其实8万多呢，这个位置，如果说我们比这个位置要来得更低的话，或者说跟这个位置差不多的话，那其实盘面的供应呢也就会消失了很多。所以我会认为呢，我们8万多这个价位它是非常难跌破的。那我们也可以从过去的行情看到也是如此。如果说跌破的话，会引起非常非常大的一波下跌。我们这一波上涨呢，就这一波周线的趋势很有可能就会因此而告终。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500的仓位。这$500的仓位呢，如果你赚到钱了，你可以直接提币走。连你原本入金的这$100呢，都可以直接全部给提币走，所以我会认为非常非常的优惠。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其实当前市场的热度已经很火热了。我们可以把我们目前这一轮牛市的热度去跟上一轮牛市去做比较。我们研究的基准呢是在 Google 上面搜寻 Crypto 它的热度、它的次数去做相比较。因为会在 Google 上面搜寻 Crypto 的人可见他是一个加密货币的新手。那如果说很多人这么做，就代表很多人要进入市场。如果很多新手进入了市场，那这个市场的顶部呢就会渐渐形成。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在上一轮牛市的时候我们大概在2月7号左右，我们来到了450左右的热度。那当时的价位大概是在4万多，当时我在市场，所以我自己是有印象的。大概在4万2到4万5左右这个区间。那你可以看我们在去年的3月的时候，也就是当时在7万4，我们的热度呢已经来到了52了。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在12月初，我们的热度当时是来到了66，那当时的价位是在10万左右。那我们可以去相比较一下相比于上一轮牛市我们在比较早的位置，这个热度就来到比较高了，也就是我们这轮牛市呢，它绝对有提前的迹象。我们在比较早的位置我们花了比较短的时间呢，我们的热度就比较高了。不过我们这轮牛市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因为有可能我们这轮牛市它热度成长的速度会比较缓慢我们在上一轮牛市热度起来之后呢，热度成长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然后很快呢，我们就来到了我们阶段性的顶部，也就是当时在6万5的位置那我们目前这轮牛市呢，你可以观察，其实也已经慢慢的在接近顶部了。不过我们还要再观察那我会认为呢，如果我们的热度如果来到了70-80以上的话，我们就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和注意了。我们再来观察 AVIV 呢，可以衡量市场上面活跃投资人的未实现利润为什么只衡量活跃呢？因为有很多投资人他们买了比特币就是长期放着我们要衡量的就是会在这轮牛市考虑会出场、会做出场的人。那他们如果利润是过多的话，未实现利润过多，就会对盘面造成可能的供应。如果这些可能的供应加大的话，那我们的盘面呢就会很难再往上做推进我们可以观察，我们目前的数值大概在 1.81 左右。那我们根据过往的规则呢，我们会要来到3个标准差也就是 2.3 的位置呢，那很有可能就会很接近我们的顶峰那我们目前是在 1.81， 我们很有可能的顶峰是在 2.3。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还算是有一段距离，但是也已经很接近了，也已经慢慢的在接近了。那我们过往几轮牛市呢，当市场上面活跃的投资人，大家的未实现利润很多的时候，来到3个标准差以上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离顶部的位置非常非常接近。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呢，虽说还不到顶部但是我们也慢慢接近顶部了。我们也会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顶部的区域就直接形成了。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CDD Coin Destroys Days 这个数据它可以衡量是否有很多远古的比特币呢，它被移动了。那如果被移动的话，通常我们会视为是它要把它卖出的信号。如果他们没有卖出的话，没有要卖出那通常都会直接选择放在钱包里。你可以观察到呢，随着比特币的时间运行我们在每轮牛市的顶峰它所产生的 CDD 基本上是会比较高一点的。那你可以观察到我们现在的 CDD 呢，
也已经越过了我们前面74000的位置哦，又在继续寻找一个高点，也就是我们目前呢，其实已经有不少的远古的比特币呢已经被进行卖出了。那如果当这种状况呢进入到顶峰的时候，我们比特币的价格它也会到顶峰。那你可以发现呢，我们从数据上来看，我们的 CDD， 毕竟我们比特币呢，它经过的时间比较久哦，我们在这轮牛市，它可能产生的 CDD 确实会是最多的，所以我会认为呢，我们很有可能会比这个前高还要更高哦，但至少不会差到太多。我们还有一段距离哦，但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其实也已经不低了，那就表示啊，我们这轮牛市或许大部分的涨幅呢，其实都已经走过了。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Solana 哦，因为 Solana 呢是我为数不多我持有的山寨币。我们可以发现呢 ，Solana 在这轮牛市哦，至少到目前为止，其实表现的是非常的不错。在我们这轮牛市目前的这2年或2年多一点点的时间以来呢，它都是稳定的要强健于比特币的。那它既然都可以强健于比特币哦，它在这些市值比较大的币种里面呢，可以说是完全的碾压，完全的吊打。不过最近呢 ，Solana 开始有一点点弱势哦，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那 Solana 呢，目前还是在我们调整的区间之内，不过我会认为它还是一个强势的调整哦，因为我们在调整的过程呢，它一样是在微微向上的，它并不是直接走这种横向甚至向下的调整哦，所以我会认为 Solana 整体从周线来看的调整呢，它还是很健康的，我不认为有太大的问题哦。那我也会继续持有我手中的 Solana。今年8月的 ETF 绝对会是最关键的事件之一哦。好，那我们再把级别切小一点哦。目前来看的话，我们正受一条趋势线压制，我们等待这条趋势线的突破，迎接我们下一段的上涨。不过呢，我们可以把 Solana 还有比特币、以太坊来做资金流入的比较啊。最近资金的偏向性呢，确实 Solana 流入的资金量啊，这个资金的比例啊，它确实正在减少哦。我们可以从另外一组数据呢，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结论哦。我们可以观察这条紫色线哦，就是 Solana 它资金流入的比例啊，相比于它的市值，它资金流入了多少的比例？我们可以发现哦，在过去一段的时间当中呢，至少在过去的1年哦，从比特币突破25000以来呢 ，Solana 基本上它流入的资金啊，占它市值的比例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哦，相当的可怕哦，大概都是落在20几，甚至最高有到40几哦。而比特币的话，每天流入的资金呢，相比于它的市值啊，其实真的是不多哦，可能也就是个位数而已哦。大多数的时间都只在个位数而已。那 Solana 它的涨幅会很猛，其实也一点都不意外。不过你可以发现哦，我们目前的走势呢，其实 Solana 流入的资金啊，随着我们这一波的下跌啊，它的比例呢，已经比比特币要来得更弱了。这是我们在过去1年多都从所未见的迹象啊。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Solana 它是否会在这一波就一直沉沦下去，一直到我们牛市结束，还是会在我们之后比特币开启新的上涨的时候 ，Solana 它流入的资金比例呢，又比比特币要来得更多。那这个图表呢，还统计了比特币和以太坊资金流入的比例。我们都清楚哦，当资金流入的越多，我们上涨的幅度呢也会越大。紫色的长条图呢，不好意思哦，橘色的长条图表示的就是比特币流入的资金比例。你可以发现哦，至少在我们过去的1-2年内啊，比特币流入的资金比例都是要显著的大于以太坊的哦。其实，在我们这目前的调整过程呢，其实也绝对不例外。那如果什么时候啊，以太坊它流入资金的比重呢，占它的市值的比例很高啊，至少这个比例呢要比比特币高，我们就可以清楚哦，目前市场的资金呢，其实已经从比特币慢慢转向到以太坊了。那目前比特币和以太坊资金流入的比例呢，确实有在逐渐的缩小一点点了。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